今天我们来做松树的画法。我们先从松树的松枝这几种画法来讲解一下。我们通常画松树的用的几种松针的画法，一种是扇形的松针，扇形的画法，用笔呢是中锋用笔，落笔要轻，收笔要重，先中间后两边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扇形的，这是一种松针的画法。这是一种扇形的松针的画法。还有一种呢是圆形的松针，叫车轮形的这个松针的画法。用笔呢也是由外向内。看一下啊，这是一种松针的画法。这种松针呢是圆形的，松针的一种画法，都是由外向内去勾。还有一种是叫马尾松，马尾松呢用笔呢应中间的长，两边的短，中间一支长枝，然后两边的小的松枝是短的。我们先了解一下松枝的画法，几种画法。我们分解讲一下。都是啊，我们勾松枝的时候都是中锋用笔，都是下笔的时候轻，收笔的时候比较重。让这个松枝呢是外面是尖的啊，我们靠近里边的部分稍微粗一些。这叫马尾。这个松树呢品种很多，我们主要用的就是这两种的松枝的画法。这种呢是扇形的，这种是圆形的，这种是马尾。大体上就这三种这个松枝的画法。还有呢，我们要画这个远处的这个松树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要用这种散锋，把这个毛笔啊，我们这个把前面的部分，笔尖的部分，我们让它压扁，然后这样去画，散锋去画，这画远景这样的松针。
我们可以这样画。画远处的松针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这样的笔法，把笔尖的部分扁压扁，然后散锋，这样去表现远处的松针。这个树干呢，我们松树的树干要表现其高大和苍劲呢，这个树干勾的时候啊，用方笔勾皴。画枝干的时候，画树干的时候啊，也是中锋用笔啊，中锋用笔。我们可以大概的勾一下一个枝干啊，我们好歹勾一下。我们看这个皴怎么去勾。我们皴的时候啊，这个皴啊要呈鳞状，就是鱼鳞的啊那种形状。看这样，一种呢是圆形的，一种呢是方形的，稍微方一点的。这个树干的皴法啊，这种是圆形的，这种方形的两种皴法。皴的时候啊，皴的时候稍微的用笔啊，稍微干一点，毛一点。我们那个勾这个皴的时候啊，这是勾的树干啊，我们可以在中间的部分，可以这样皴，两边留白。我们要大小相间，虚实相间。我们勾皴的时候啊，不能勾的太平均了，一样的圈，对吧？不能这样啊，我们要有变化。我们可以用淡墨干笔，轻轻的擦一下。这是一种这个树干的皴法，松树树干的皴法。还有一种，大家看一下，还有一种啊，我再画一个树干，松树的树干。还有一种树干是用侧锋，我们皴这个树干的两边，中间留白。我们这个是中间皴，两边留白。我们可以两边皴，中间留白。哎，我们中间留白。
然后稍微的侧锋扦插，把这个松树的这个苍劲苍老的感觉，我们用扦插淡墨干笔扦插的方式，看一直用侧锋啊，我们用侧锋。扦插一下，把这个松树的这个树干的苍老的感觉，我们要表现出来。这就是松树的松针的画法，这个树干的画法，还有树干的扦法，我们都大体的讲一下。这种是圆的扦法啊，圆的扦法。这是一种方形的这种树干的扦法。都是呈鳞状的啊，都是就是和鱼鳞的形式一样。还有小枝，看松树的小枝，我们画的时候啊，也是中锋。看小枝，让它画出的这个松树的小枝啊，一定要有力。要有力度。看，这就是松树的小枝，一定要有力度。这样就可以在上面长一些松枝。要根据这个画面的需要，我们画这几种松枝，可以画这个扇形的、圆形的和马尾的。根据你需要这个画面的需要，我们再去画松树的各种松针。这是简单的，我们把松树的这个松枝的画法，松树树干的画法，树干的扦法，还有我们小枝，就是松树小枝的画法，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。